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乐龄16岁就暗恋沈俊峰，死缠烂打整整7年。23岁，她终于如愿嫁给了心里的男神，但婚后的10年，简直让她痛苦不堪。直到33岁生日那天，她因为癌症折磨，孤零零死在了医院。凄苦的一生终于得到解脱了。他因为害怕，猛然从睡梦中醒来了，打量眼前的一切，一时间竟让他目瞪口呆了。唐乐龄用1天的时间，终于确认了一件事，他竟然重生回到了23岁那年。如果上一世他爱了17年的男人被非良配，或者说不过是他执念的一个悲剧故事，既然老天给他重活一次的机会，唐乐龄决定了远离不爱自己的男人，不执着情爱，做一个快乐且能为自己而活的女人。她简单的收拾一番，就打车去了附近的高档餐厅，因为在今晚，唐乐龄要改变自己的第一个错误。餐厅的天台上，唐乐龄正在人群里寻找，花花绿绿的衣服已经让他眼神疲劳。正在要放弃的时候，一个有力的胳膊将他拉到角落里，来不及看清人，就被霸道地强吻了。他猛地挣脱男人的怀抱，抬手就给他一巴掌。四目对视，竟是他刚刚在寻找的沈俊峰。他摸一下被打的左脸，嘴角闪过一些邪魅的笑。许久不见，他脾气都见长了。3个月不见，唐乐龄，你不会连我的吻都分辨不来吧？他单手撑着墙，将他抵在角落里，两人近在咫尺，连空气都变稀薄了。唐乐龄白皙的脸颊，因为紧张和缺氧的缘故，这会儿红彤彤的，十分可爱诱人。沈俊峰，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你少来烦我。跟自己爱了17年的男人说分手，唐乐龄心里一阵的刺痛，但长痛不如短痛，能够开启新的人生，跟他远离，甚至再不见面，才是他最正确的决定。欲擒故纵，这一套你已经用熟练了，我好像真挺吃你这套。沈俊峰用修长的手划过他的脸颊，接着是骨干的锁骨，每一寸的碰触都让唐乐龄心里慌得很。他抬手推了他，却被再一次的攥住纤腰。沈俊峰歪头靠在他肩膀，薄唇微张的来一句：唐乐龄，我们和好吧。沈俊峰，破镜难圆，咱俩没可能了。唐乐龄屏住呼吸，冷冷地迎上他的目光，眼神里透着一股的绝望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他这一次是真的认怂了。就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朋友们都走上天台了，见两人亲昵的样子，禁不住起哄起来，眼看就要当众接吻。唐乐龄一把推开他，一脸淡然地说：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和沈俊峰不过是分手后的最后一次拥抱。当众澄清关系，对于唐乐龄来说，真的是不小的改变。在所有人眼中，他一直执着地追求着沈俊峰，而两人也是旁人艳羡的一对，就这么突然的分手，让所有朋友都觉得在开玩笑。我刚才跟唐乐龄求婚了。相较于他的冷漠，沈俊峰却是宠溺地挽住他的纤腰，一脸深情的样子，让朋友们又开始沸腾起来了。静欢说：你们已经分手3个月，我就说绝对不可能，你们就是天生的一对，被我说中了吧，哈哈。好朋友王震随口的一句话，却让李静欢脸色苍白了。他忙解释地说：我也不信乐龄说分手的话，还一直开导他能跟沈俊峰谈恋爱，
是多少女生的梦想，她应该格外珍惜才对。现在好了，生日会上被求婚，乐玲果然是最幸福的女人。你真的这样认为？沈俊峰冷冷地瞥他一眼。当然了，你的求婚现场还是我亲手布置的呢。沈大哥，祝你和乐玲能幸福一辈子。他话音刚落，气氛就被烘托到最高点，一家人都怂恿唐乐玲和沈俊峰拥吻，却因为服务生的一句上菜了而打破这份美好。唐乐玲借故也远离了他的身旁，一个人偷偷溜了。唐乐玲这会儿站在餐厅的门口，望着天空一轮弯月，径自嘲地笑了。乐玲，身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唐乐玲没回头，就知道是韩浩洲追出来了。在上一世的时候，直到他离婚后，唐乐玲才知道韩浩洲一直未婚，都是为了等他。对于一个如此深情的男人，唐乐玲只想能够靠近，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了。韩浩洲，我还没吃饭，你能请我吃面吗？他笑着问。好。韩浩洲很绅士又腼腆的笑笑。像他这般单纯的男人才是他最佳的选择。不仅如此，还因为韩浩洲是上一世唯一陪他到最后的男人，这样的缘分让唐乐玲心里觉得韩浩洲的一瞥一笑都变亲切了。开车半小时，他们来到一家有风格的餐厅。点完餐后，韩浩洲给他倒一杯茶，才低声地开口问：唐乐玲，刚才你说分手的事可是真的？他脸色显出一丝的紧张。唐乐玲微吸一下鼻子，有些尴尬的一笑。怎么，一个狂追7年的女人，不可能有放手的这一天吗？再说了，我跟沈俊峰已经在3个月前分手了，我永远不是他心目中的女孩，所以与其勉强迎合，不如体面的放手，还能给爱他的人一些机会，你说呢？他嘴角挂上一丝苦涩的笑。唐乐玲，那我能追你吗？韩浩洲脸颊微红地盯着他。他在大一的时候就开始暗恋唐乐玲，看着他每天追逐着沈俊峰，看着他们好不容易在一起，本以为自己只能默默地守护了，却在3个月前的某一天，李静欢的一句话再次燃起他心里的那团火。如果他们分手，那自己或许能够向唐乐玲表白了，而今晚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你不嫌我曾经追过沈俊峰，毕竟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。是个男人都很难接受，一个女人心里曾有过一个痴爱的男人吧。我喜欢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愿意倾其所有的跟你在一起。韩浩洲深情的凝望，让唐乐玲小脸微烫了。她犹豫片刻，才笑着点点头。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你不离我定不弃，都听你的。两人相视而笑了。唐乐玲觉得今晚是她吃过最舒心的一顿饭。等到被送回家的时候，临走时，她主动地抱一下韩浩洲，在他耳边低声地说：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如今天这般轻松快乐。他望着车子驶出小区，刚想转身进单元门，就被一个力度带进怀里。在嗅到熟悉的气味后，他没好气地一把推开了沈俊峰。你疯了？在生日聚会上偷偷溜了，原来是跟情郎约会。唐乐玲，你不会真以为他是真心喜欢你吧？那就不劳你操心了。唐乐玲清晰地记得，她每日为谁郁郁寡欢，最终患上了肺癌。现在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心里只想逃离这个伪善的男人。婚后10年，沈俊峰不仅频繁地换情人，
还不定期的有人寄床照刺激他，直到最后唐乐玲才清楚，做这些小动作竟是闺蜜李静欢，不用多想，某人也是她授意的，不然那些的辣眼床照又是如何被拍的呢？唐乐玲一想到他们暗暗偷情10年的真相，她就一个劲的犯恶心。上一世是自己后知后觉，重活一世，她只想成人之美，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在一起，也省得误伤到自己。唐乐玲，你可以跟我分手，但你知道吗？韩浩洲也不是啥好人，他曾经跟李静欢谈过恋爱，而你们还是最好的闺蜜，不觉得太乱了吗？我不在乎啊。他也说了，是曾经谈过恋爱，只要是过去式，任何男人都比他更适合做男朋友。沈俊峰扯着他的手，两人来到角落里，面对他的强烈挣脱，他霸道地吻上他的粉唇，肆意的侵占，让唐乐玲只能被动承受。眼看天旋地转快要窒息的时候，他从舍得将他松开了。唐乐玲，不要跟我分手好吗？他竟在低声地哀求着，这是从未有过的卑微态度。若是在上一世，唐乐玲估计会欢喜雀跃，但是经历一场生死后，他只是讥讽的一笑。我已经跟韩浩洲交往，你确定要强插一脚，做一个被人嫌弃的第三者吗？沈俊峰是骄傲的，不过才26岁的年纪，就已经有一家小公司，虽然算不上顶尖的富人，那也称得上青年才俊。傲慢如他，能够说出求复合的话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你从16岁开始就对我一片痴心，难道这7年的感情，你能一夜之间就忘了？他憋红脸的逼问。唐乐玲淡然的一笑，一向冷静自持的沈俊峰，想不到也会有发狂发疯的一天，实属罕见呐。我那是年少不懂事，沈俊峰，你不是一直欣赏李静欢这样的淑女妩媚碰撞的女人，是一种极致的美，你还在因为那个拥抱而耿耿于怀？唐乐玲，改天你敢不敢跟我去个地方？他挑高尖下巴，冷声地问。我没有不敢，只是没时间陪你玩。沈俊峰猛然凑近的再次问，那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去了，你就能同意分手吗？唐乐玲笑着反问。可以。在得到满意答案后，唐乐玲也松口答应了。望着他走进雨里时的落寞样子，他不禁有些恍惚，一向冷漠的人突然的发起疯来，让他有些避之不及了。不行，他一定要速战速决，赶紧跟他撇清关系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要想忘记一个男人，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启一场新的恋爱。唐乐玲决定邀请韩浩洲来家里吃饭，结果饭没吃成，他竟被沈俊峰开车带去一个公园，在不远处用望远镜看他们在聊天。唐乐玲只觉得自己要疯了，而且都是被他逼的。韩浩洲，你别跟我说真的喜欢唐乐玲。是真的。韩浩洲在谈到唐乐玲时，丝毫不掩饰的嘴角微扬了。他是喜欢唐乐玲，而且远比自己认知的还要爱。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李静欢眼眶微红，一副迷恋的眼神，让韩浩洲直接低头无视了。他们只谈过3天的恋爱，就让他认清了一个事实，将就不是爱。韩浩洲以为的很合适，其实不过是拿来忘记唐乐玲的借口，但只是维持了3天，就让他觉得无比的累，所以就第一时间跟李静欢提分手了。距离那次分手已经过去2年，
所以李静欢的深情只会让他觉得很无语。那你暗地里亲近沈俊峰，就不怕唐乐玲伤心？李静欢，你是长得妩媚动人，但不代表每个身边的男人都要围着你转吧？唐乐玲不过是拿你当一个备胎，一个替代品，你竟还傻傻的当真了，真是可笑。李静欢不能容许他留不住的男人去给唐乐玲当空调，知冷知热，凭啥优秀的好男人都喜欢唐乐玲呢？不论是样貌还是能力方面，甚至于家世上，他都远超唐乐玲许多，好吧？李静欢心里实在是不服气到愤怒了。我愿意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撂下一句话，韩浩洲无情地丢下他，开车走了。偌大的公园，一阵秋风吹来，竟变得萧条而又阴冷起来。李静欢气得直跺脚，也消失在了路的尽头。他们人都走了，我也来过了，咱俩的事是不是该彻底结束了？唐乐玲一脸笑意地问。对于看一场戏，他是觉得无聊又浪费时间的。你还真是无可救药。他不禁低吼。唐乐玲甜美的一笑，咱俩彼此喽。沈俊峰能跟李静欢偷欢10年，如此的奇葩结合，才是真的无可救药呢。你要去哪？眼见他要走，沈俊峰扯住他的胳膊，深邃的眼神透着一丝不舍，但却被唐乐玲直接无视了。他好心情地笑望着他说道：我要去菜市场买菜，晚饭要邀请韩浩洲一起共进晚餐，不用嫉妒，你也可以找李静欢啊。新的开始总会让人无限期待，而他没有选择报复，而是开启新的人生，也是一种醒悟。与其活在他的阴影下，不如痛快地为自己而活。我不会让你如愿。沈俊峰低头强吻他一口，直到唇间有血腥味，才邪气地笑着望向他。你火辣的性格让我着迷。见他气得跺脚，他一脸春风得意地开车离开了。人与人的纠缠，不是一方要停止就能如愿的。沈俊峰这辈子赖上他了，追了7年想逃走，有问过他感受了吗？小公寓的烛光晚餐，唐乐玲本是厨房小白，但由于上一世想要拿捏沈俊峰的胃，特地报名学会了做菜，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，或者是日料，他都能轻松驾驭。只可惜做饭永远在等吃饭的，而吃饭并不想跟做饭的吃一顿晚饭。今晚的饭很丰盛。韩浩洲一脸惊喜地望着他，将一个方正的小首饰盒放到桌上。唐乐玲打开一看，竟是一对钻石耳钉，小巧别致，是他喜欢的款式。我没有准备礼物，他为难地说。你精心准备的晚饭就是最好的礼物，不过也可以下一次补上。韩浩洲轻描淡写的就预定2人的下一次约会。唐乐玲欣然答应了。正在2人有说有笑，聊得正欢的时候，门铃竟响了。他打开门，看到一身运动服的沈俊峰，眉头一皱：你来错地方了。我不打扰你们吃饭，就是来借个洗手间。话落，不等他反驳，沈俊峰已经插孔走进客厅了。他朝着餐桌旁的韩浩洲打声招呼，就直接走向洗手间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十分的随意。可见这个小公寓他已经来过多次了。韩浩洲表面维持着笑脸，但心里还是有些介意。趁着唐乐玲去卧室的空，走到洗手间，他轻咳一声地说：你是故意的吧？是又如何？沈俊峰一挑眉的笑笑。
在两人闹分手的时候，趁虚而入，这门子朋友不要也罢。我不会恼羞成怒，因为唐乐玲现在是我的女朋友。沈俊峰，你这样幼稚的举动，只会证明你舍不得她，这不是你风格呀。我跟她睡过，我不介意。韩浩洲一脸淡然地说，他是真心爱着唐乐玲，自然不会在意第一次的问题。沈俊峰疯批的举动，只会让他更心疼唐乐玲。但我介意，他的女人对别的男人献殷勤，跟别的男人共进烛光晚餐，他要发疯发狂了。沈俊峰，你该走了。唐乐玲刚才卧室出来，就见他们贴得很近，生怕两人打起来，忙站在中间将他们隔开了。沈俊峰轻身压向他唇边，低声说，这里也是属于我的。他指腹划过唇边，一抹笑意的闪身离开。经他这么一闹，谁也没心情再吃饭了。韩浩洲在他额头印上一吻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亲吻他，虽没有躲闪，但唐乐玲身子微颤，就已经证明他是有所抗拒的。他温柔的一笑，唐乐玲，你有话要对我说吗？韩浩洲在等他提出分手，世人都能一眼看出，唐乐玲分明还对沈俊峰心动着，或许真是自己奢望了。但他心里祈求，千万不要提分手二字。浩洲，我想早一点定下来，年底结婚，你会觉得太仓促吗？他已经大学毕业，而韩浩洲也已经工作2年，现在结婚或许算是闪婚，但他不想错过了他。我也正有此意。韩浩洲轻柔地抱一下他，才从家里离开，望着缓缓闭上门，他心里别提多兴奋，终于得偿所愿了。某日下班后的约会，唐乐玲赶到首饰店的时候，韩浩洲已经在等她了。看一眼柜台的款式，他挑选了一款简约大气的戒指，还被店员好一顿的夸赞，说是他眼光很好，这是店里的新款，而且仅此一枚。乐玲，我都没正式的向你求婚，要不要现在现场求一次？说着，韩浩洲就拿着戒指单膝跪地，一脸深情地望着他。乐玲，我可能不够优秀，但我会为你而努力，你愿意接受我的求婚，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唐乐玲笑着伸手，让他帮自己戴上戒指，但仔细一看，戒指的边上却是一颗小碎钻。他有些遗憾地望着已经被取走修复的戒指，淡淡地说，好可惜呀，咱们就当是好事多磨。韩浩洲安抚地轻拍他的肩膀，唐乐玲朝他笑笑，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，我请你去吃火锅吧。在上一世，因为将就沈俊峰的喜好，唐乐玲10年都未曾吃过一次火锅，只因为他觉得吃完火锅的衣服让人觉得刺鼻，所以唐乐玲就为他舍弃了最爱。韩浩洲想要牵她的手，却被无意识地躲开了。唐乐玲为了避免尴尬，主动握住他的手，两人一起走出了首饰店。躲在角落里的沈俊峰在看到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气到眼眶都通红了。他这一生气，结果本是所有的首饰店这一款的戒指统统都没货了，而缺失一颗碎钻的戒指，这会儿正被他拿在手里把玩着，求婚戒指都没了，这婚注定是没有结果的。唐乐玲，你只要跟我吃顿饭，我可以把戒指还给你。他发完信息，又配一张钻戒的照片，一脸好心情地望着手机屏幕。唐乐玲竟回他一个，都要是婚纱了，戒指根本不重要。
看着回过来的信息，沈俊峰气到脸都白了，他直接拨通一个手机号，冷里的低吼：我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一定要让韩浩洲没时间去婚纱店。说完，他把刚才还是若珍宝的戒指直接丢在角落里了。唐乐玲正在忙工作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她说一个请字，推门走进来的竟是曾经认为的好闺蜜李静欢。我还要忙一会，你先坐吧。不急，多久我都等你。对了，这是你刚收的信，我帮你带进来了。李静欢把信封扔在桌上，还一脸狐疑地说：现在都啥年代了，还有人喜欢写信？难不成是你的暗恋者在用这种方式跟你表白爱意？在上一世，这样的信是在婚后才开始寄来的，现在来看，李静欢早早就按耐不住。唐乐玲也跟着笑笑，放下手里的工作，打开了信封，竟是一张沈俊峰和女人靠在一起的照片。看里面的环境，像是在一家首饰店里。没有署名的信，可能是有人恶作剧。他说着，就将信和照片都随意地丢进垃圾桶了。李静欢凑近他，一脸认真地问：你真不喜欢沈俊峰了？不是我说你，这信不管是谁寄来，他都证明一点，沈俊峰要被人抢走了。你要是还惦记着他，最好及时挽回他。唐乐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竟扑哧笑了。若在上一世，她或许会感激到拥抱闺蜜，但是经历一场生死后，唐乐玲竟也假装感动地点点头。静欢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不是，那你跟韩浩洲要拍婚纱照了，那你到底要选哪一个？李静欢一脸狐疑地问。他是不是不该来这一趟，没让唐乐玲对沈俊峰误会加深，反倒是心态动摇了。两个都要，你还真敢想。李静欢看着闺蜜，竟然有些诧异了。这个口中狂言的女人，真是自己认识的人吗？唐乐玲轻柔挑起闺蜜的下巴，一脸认真地端详着，许久才低声说：我真要忙工作了，明天还要去试婚纱，这不能陪你多聊，要不你今天先走。她已经懒得应付李静欢了。望着昔日闺蜜离开，唐乐玲才长吁一口气。李静欢不忙着跟沈俊峰谈恋爱，竟然也跑他身边转悠，真是够无语了。婚纱店本来约好下午2点，当唐乐玲赶到的时候，竟看到沈俊峰已经在沙发里等她了。唐冷玲冷着脸走到他面前：你到底要闹什么？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他摇摇头：没这么简单。沈俊峰，你不是喜欢李静欢，现在我已经退出来了，你不是应该跟他在一起，为啥还缠着我？沈俊峰握住他的手，不给丝毫挣脱的机会，硬是将他拉到身前了。四目对视，气氛变得十分压抑了。我喜欢的只有你。这是第一次，沈俊峰主动暴露心意，眼神里的炙热让唐乐玲有刹那的晃眼，不敢相信刚才的话就是出自他之口。因为沈俊峰一直冷漠凉薄，从来都是他追着他跑，说一句喜欢，反倒是不适应了。唐乐玲终于推开他了，打量眼前的男人，笑着冷说地说：那我不喜欢你了行吧，总这么纠缠不清，你会让我很困扰。还有，就算你穿着新郎的礼服，一样让我无感。他们曾穿过新婚的礼服，还不是一样离婚了？注定没有结果的两人，何必牵强的在一起？各自安好，远远好过相互伤害。他不想把难得的重生
浪费在报酬上，而非怕了他们。沈俊峰猛地将她拽进怀里，低头就是一顿的强吻，不顾她咬破唇角，不在意喉咙里一股的血腥味，依然不愿放开她。就这样纠缠了许久，他才彻底松开了她，趴在耳边低哑地说：“唐乐玲，别再折腾我了好吗？互相放手不好吗？”他迎上深邃的眸子，低低地反问：“既然在一起就是互相伤害，那不如放手，彼此都能解脱了。你陪我拍一组照片，我就放过你。”真的？唐乐玲不相信地盯着他，见沈俊峰点头，他也犹豫地答应了。擦一下，他递过去一个纸巾，不是出于关心，是不想被人误会。玲玲，你在关心我吗？真好。沈俊峰用纸巾擦着唇角，还一脸深情地盯着他，就让唐乐玲本能往回退，谁曾想脚底一滑，他手微微一带，他再一次地来到他厚实的怀里，嗅着淡淡的薄荷香味。唐乐玲竟又心慌起来，赶紧拍照，我还要回公司开会呢。我可以送你，不稀罕。唐乐玲已经买车了，才不需要他献殷勤。摄影师，过来一下。沈俊峰招呼来了一旁的男人，却被唐乐玲给拦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聊会天，一会再拍。直接将人又打发走了。我又不跟你拍婚纱照，自己用手机拍一张算了，不需要摄影师。唐乐玲让他摆好姿势，用手拍一张，就打算去更衣室换衣服，被他拉进怀里，又一下子多拍好几张，才满意地将他放走。他故意磨蹭着换完衣服，走出更衣室时，发现某人竟还在沙发里等他。唐乐玲轻咳一声，才说：“你继续坐着，那我先走了。一起吧。”沈俊峰不顾他皱眉头，大咧咧地牵着他的手。他们刚走到门口，就见韩浩洲已经赶过来了。见他们亲昵的样子，他脸色一变，但还是挤出笑意地打招呼：“我来晚了，乐玲。”对一旁的沈俊峰却只是微点点头，态度有些冷淡。昔日的朋友，因为爱上同一个女人而变得不再松弛，一言一行都透着刻意。浩洲，我要赶着去开会，你能送我吗？唐乐玲只想将这两人分开。你先上车，我跟俊峰聊两句。韩浩洲笑着说。见状，唐乐玲只能一个人先上车，但也一直在用余光瞥着他们，心里到底是不放心的。为我介绍客户，送钱给我赚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。韩浩洲苦笑地说。沈俊峰淡淡的一撇嘴，看来你似乎并不满意。韩浩洲眉头一皱，我只要唐乐玲。他不看重钱，只想跟喜欢的女人在一起，平淡幸福的生活是他一直以来的向往。那就看最后谁能娶到她了。韩浩洲，我劝你放弃，别最后输得太惨。沈俊峰撂下一句话，就开车扬长而去了。他嘴角扯出一丝坏笑，在上一世的时候，李静欢和韩浩洲一起算计他，不仅害他离婚，还最终夺得他的家产，让他因车祸含恨而死。老天给他重活一次的机会，他势必要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不错，他和唐乐玲都重生了。上了车，韩浩洲轻咳一声，才悠悠地开口：“乐玲，我没能来拍婚纱照，是因为被工作牵制住了，不如我们现在去拍吧。”最近他们总是被沈俊峰打扰，让他有些担忧，只想快些跟唐乐玲把婚结了。我真得去开会了，
不如周六来拍，或者我们直接去领证。浩州，我也很反感被人处处打扰，你若同意，我想跟你先把结婚证领了。唐乐玲说完，在他唇上吻一下，这是他少有的主动了。韩浩洲抓回主动权，在他粉唇深深的吻一下，才点下头的说，我也觉得应该马上领证。乐玲，我爱你。他感动的眼泪婆娑了。或许自己还不够喜欢韩浩洲，但他心里坚信，他们一定会是最幸福的一对。某日，一个雨夜，唐乐玲正在吃晚饭，却被一阵急促敲门声吵醒。打开一道门缝，竟是喝得醉醺醺的沈俊峰。他一双眸子透着猩红，许是喝多的缘故，气势凌人的样子让他本能想要关门，却被一把拦住，直接闯进屋里了。沈俊峰用力将他拽进怀里，两人僵持着来到沙发旁，他轻身将人儿压在沙发上了，用近乎沙哑的声音说，玲玲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给我一个再爱你的机会，好吗？他眼神里的哀求让他心里咯噔一下，竟有些慌乱起来。毕竟是爱了17年的男人，若说忘得干净，那是在骗自己。不过是一个深情的眼神，霸道的拥抱，再一次的让他要沦陷了。趁着还有理智，唐乐玲一把推开他，然后他人就退到墙角了，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，就这气势已经说明他怂了。玲玲，你要拿刀尖指着我？他一脸坏笑的步步走近着他。我只是在自卫。唐乐玲咽下口水，才又说，沈俊峰，我们之间不可能了，给我一个理由呗。他单手撑住墙，一脸笑意地盯着他，指尖划过他粉嫩的脸颊，肤如凝脂的触感让他眼神都变细腻了。唐乐玲无情打落他的手，一脸冷淡地说，我可以不要戒指，不拍婚纱照，但我一定会嫁给韩浩洲。只为了摆脱我吗？他一脸受伤的反问。对。唐乐玲迎上他的眸子，曾几何时，沈俊峰能够多看他一眼，自己就会兴奋许久，但此时此刻，他竟开始害怕他的靠近，一味的想要逃离。正所谓人心变了，一切就都变得没意义。那我不能放手。沈俊峰在他耳边轻吹一口冷气。唐乐玲打一个寒战，想要从他身边离开，却被一把攥住手。玲玲，你是爱我的，对吗？我是曾爱过你，但我现在更爱韩浩洲。你要是不介意，我可以帮你和李静欢牵个红线，毕竟他心里一直对你有意思，而你也并不讨厌他。渣男渣女才应该配成一对。沈俊峰一脸正经地盯着他，我从来没有喜欢他。从始至终，我沈俊峰只爱过一个女人，那就是你。信不信由你，但我不会让你嫁给任何人。你要想折腾，我乐意陪你一起折腾到老。你真无耻。唐乐玲无力地瘫坐在沙发里，心里的委屈让她眼泪汪汪的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见状，沈俊峰单腿跪在地上，用指尖轻柔擦去她的泪水，小声哄道，玲玲，别哭了，要打要骂你尽管动手，就是别伤害自己，好吗？我只想问一句，你为何非要离开我？按照上一世的剧情来，唐乐玲应该向他求婚，并且他们会在年底结婚。然而这一次他再回来，竟然完全变样了。难不成就因为自己的重生，两人的感情之路都被改动了吗？他心里一阵的失落了。不爱了，累了，这个理由你满意了吧？
唐乐龄忍不了地朝他低吼。沈俊峰踉跄着起身，他最后看一眼唐乐龄，没吱声地离开小公寓了。或许一切真的变了，他如此主动地挽留唐乐龄，竟被直接拒绝，看来他真的变了。唐乐龄瘫坐许久，才发现了茶几上的一个袋子，大家看一眼，竟是他选的结婚戒指，足足10个同款。某人还真是颇费心思在破坏他的婚事啊。他只是苦涩的一笑，若不是惨淡的死过一回，唐乐龄该多庆幸沈俊峰对他的用心。然而事过境迁，他现在最不想要的就是他的爱了。戒指你随便处置吧，但我不会祝你们幸福。沈俊峰坐在车里，望着微信对话框，却始终没等来他的回复，薄唇不禁颤抖一下。他何等凉薄的一个人，竟然眼巴巴地等着别人施舍。爱与不爱，给出的态度真的太明显了。唐乐龄望着落地窗，外面的夜景十分美，让他烦躁的心终于缓和一些，不经意地瞥向了路灯柱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呆呆地望向他的窗户。因为自己站在侧面，所以并不担心会被发现，但沈俊峰的一丝执念，还有这些天的疯狂举动，让他在这一刻有一丝动摇了。因为他的重生，命运不会就此发生改变了吧？他心虚地关上窗帘，然后静静地蜷缩在沙发里，整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了。唐乐龄终于做出一个决定，或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。领证的当天，他在民政局大厅看到一身休闲西服的韩浩洲，向他挥手后，两人站在一起了。乐龄，你今天好美，他一脸惊艳地说。唐乐龄微微一脸红，浩洲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咱们能先到那边去坐坐吗？见他点头，两人一前一后地往窗户旁走去了。沈俊峰见两人相视而笑，他理智被嫉妒全被吞噬，一脸怒火的就冲过去，二话不说就将唐乐龄扛在肩上，把人当众带走了。他将人儿带到车上，没给唐乐龄一丝逃走的机会，直接猛踩一脚油门，车子就飞驰在路上了。车里的气氛十分凝重。唐乐龄轻咳一声，终于开口问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飞机场。沈俊峰声音很冷地说。他本以为自己能够放手唐乐龄，但直到刚才猛然明白，他已经爱惨了唐乐龄。就算今时今日他不再爱自己，那他也要将人儿强留在身边。能说明白点吗？唐乐龄比他淡定，但此刻也已经被激怒了。民政局抢人，沈俊峰真是疯了。他难道都不问一句，自己愿意跟他走吗？你想嫁人，只能嫁给我，这辈子就如此了。他霸道地说着。唐乐龄眉头一紧，眼见事态严重，只能说出实情了。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从未来又重生回来的。在我们结婚后的10年，你跟我每天都聚少离多，你因为跟李静欢偷情，陪伴你和他的孩子，而错过了我临死前与你的最后一面。沈俊峰，这样的婚姻，你觉得我们还要再来一次吗？说完后，他已经哭得泣不成声。车子猛地停在路边了。沈俊峰一脸严肃地望向他，一字一顿地问，你真是重生回来的？现在应该是上一世。我们结婚10年，最后惨淡离婚。我也因为被你伤透心而患上癌症，最终孤独地死在医院。还是韩浩洲帮我处理的身后事，你觉得与他相比较，
我现在最应该选择谁呢？唐乐玲哭泣着反问。当然还是我。沈俊峰一把扯住她的双臂，厉声的又说：玲玲，我必须自证一下清白。首先，我们婚后聚少离多，是因为我在忙着事业，而非与任何女人偷偷约会。对于李静欢寄给你的那些照片，都是他找人 P 图的，与我没有一点点关系。还有我们离婚这件事，是李静欢特意让我误解，你要跟我离婚，是因为想要跟韩浩洲在一起，而他也不经意地透露，你为他已经在婚内出轨，一气之下我才同意离婚。我发誓，并不知道你生病这件事。说到一半，见他已经哭成泪人，沈俊峰温柔擦去他的泪水，又低声说：玲玲，至于那个孩子，我到死之前才知道是李静欢和韩浩洲的孩子，他亲口告诉我的真相，我跟他根本没有发生关系。不仅如此，在我死后，他们会带着孩子顺利继承我的一切家产和公司，我们都被他们给欺骗了。唐乐玲一脸震惊地推开他：沈俊峰，你不会为了哄我跟你和好，故意编出这些谎言吧？他们俩都重生了，这未免也太扯了吧？你的坟前有一束玫瑰花，是我去看你时带过去的。还有，你临死前才知道自己怀孕，这是无人知晓。唐乐玲终于相信了，她怀孕这回事，就连一直照顾她的韩浩洲都不清楚。看来老天真会捉弄人，让她回来，竟也把沈俊峰也带回来了。他们俩还真是孽缘啊！就算一切都是误会，沈俊峰，我也不想再跟你有牵扯了。他无力地说。他伸手拭去他眼角的泪滴，一脸恳求地说：我可以不纠缠你，但不要赶我走，就让我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可以吗？唐乐玲无奈地叹口气：好吧，你爱跟就跟，反正我是懒得应付你。现在送我去机场吧。沈俊峰一脸的惊喜。不要误会，我只是单纯要出国散心，一个人。我也是一个人，不如咱俩凑一对呗。沈俊峰又开始没皮没脸了。唐乐玲用指尖挑高他的下巴，一脸冷漠地说：都说了各过各的，你休想再缠上我。他不恼反笑地朝他一挑眉，才淡淡地来一句：我可没答应要跟你各过各的，上一辈子的遗憾就让我这一生来弥补，你逃我追，咱们永远也分不开了。唐乐玲是铁了心要远离沈俊峰，但他根本不在乎，只要自己死缠烂打，他就算是铁石心肠，他也能给重新捂热了。人生漫漫，就算让他这么追一辈子，沈俊峰也认了。全剧终。